因为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和西方国家彻底的敌对，西方工人阶级和他们的代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因为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对于苏联的极左本质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可以主动的和它切割。相应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就有着比较多的部分人是不得已的认同。他们基本上是主张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之内实行温和合法的渐进改良。现在的新派社会民主主义就很不一样。由于冷战结束，苏联东欧阵营崩溃解体，前苏联和欧洲国家乃至非西方国家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就不得已变换了面目，把原有的极左立场隐藏起来，和深受文革影响的毛派一起，这两派人一起改投到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当中，并且和社会民主主义合流。于是这三种人，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人、毛派，就渐渐地融为了一体，成为当下的西方左派。由于马克思主义始终没有被认真的清算，前共产党人和毛分子然后就开始攻势凌厉地把西方自由民主推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向。又由于西方传统蓝领工人阶级人数越来越少，全球化、移民潮、高新科技和互联网等等新事物，又让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其中一部分蓝领劳工甚至改投到右翼政党当中去，所以中左政党的选民基础就开始越来越发生了动摇。这样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前共产党人和前毛派也就有拉拢的需要这三派人就互相结合，想方设法去宣传组织有可能替代传统工人阶级的其他的所谓被他们称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势群体，然后打着政治正确、后现代、批判种族主义等等旗号，总而言之叫进步主义。这样的一股新浪潮就开始崛起。近年来，美国民主党的左倾和马克思主义化已经公开地浮出了水面。美国历来的中右自由主义加上右翼保守主义的基本政治格局被打破了，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变局。简单说，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有没有清醒的否定立场，是区别新老社会民主党的关键。重复一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有没有清醒的否定性的立场，是区别新老社会民主党的关键。只有在认同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再加上自由宪政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认同资本主义的前提下，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伦理主张才具有建设性的正面价值。比如说，给予穷人和底层民众更多的关怀帮助，更多的社会团结互助，更多的平等，更多的民主，更多的国际合作等等这些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伦理主张归根结底，社会主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的道德伦理主张。它对于现代文明的经济和政治运行规律的认知，不仅仅是肤浅的，而且是扭曲的、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和法治宪政的基本规律是反常识的，难以被广大民众理解，而社会主义恰恰是代表普通民众这个道理以后第5章第7节再展开论述。从这里头我们很容易推出一个推论，多数人
通常都是跟左派走的，他们不会跟右派走。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右派、右翼的精英，至今都是稀里糊涂的。他们经常误以为他们是代表广大民众的，没有这回事。再从这里头再往前推论一步的话，就我说的好的民主、自由民主，它必须是少数精英自上而下的创建起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然后再随着这个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逐渐的去推行民主化。只有这样广大普通民众才会认同右翼的这些基本主张，市场经济、法治宪政。总而言之，4个左翼的概念很准确地指出，全世界左翼左派归根结底是一家，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家族，具有共同血缘。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一贯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封建阶级就是贵族阶级。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自称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就涉及到第2部分内容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